生化危机这个系列作为丧尸游戏的鼻祖之一，随着《生化危机4》的重制版即将正式发售，这位人送外号李三光的男人又重新回到了玩家的视野之中。今天狂魔就从2代开始，给大家回顾这款曾经让无数玩家肾上腺素飙升的系列游戏《生化危机》。在一条漆黑的道路上，一名司机正在驾驶卡车途经浣熊市。原本听着广播惬意吃着汉堡的司机，却因为一时的分心，卡车迎面撞上了一个女人。司机连忙停车前去查看，却发现这个人已经没有了呼吸。就在司机茫然无措的时候，女人却如同野兽一般死死地盯着司机，并站了起来。另一边，主角李昂作为一名普通的新人警官，因为迟迟收不到浣熊市警察局的上班通知，于是心急的李昂冒着大雨前往了浣熊市。在他途经一所加油站的时候，却发现一旁无人的警车以及满地的鲜血，让他觉得这里10分得有12分不对劲。当李昂进入了弥漫着血腥气的便利店后，眼前骇人的一幕让他从未想过，原来做个警察是这么的难。只见警察正在极力控制一个歹徒，但因为李昂的到来，导致歹徒挣脱了束缚，并一把咬向警察的脖子。顿时一股死亡的气息弥漫开来，李昂连开数枪才放倒了歹徒。然而这还远远没有结束，不仅是眼前这个被他杀掉的人再次站了起来，整个加油站的人也都变成了行尸走肉。就在李昂逃到便利店门口的时候，却意外救下了一个女人。见这个女人还能交流，李昂当即带着她一起逃上了警车，并一路向着浣熊市警察局赶去。路上，女人说道，她叫克莱尔，也是准备前往浣熊市警局寻找和李昂同为警察的哥哥克里斯。克莱尔的哥哥也正是《生化危机1》的主角，以后我们会提到。见目的一致，二人当即驱车来到了浣熊市，但这里的景象却更加的让人胆寒，整座城市陷入瘫痪，只有路边的活死人正在啃食尸体。但这时他们的身后出现了之前那个开场的司机，因为受伤过重，他驾驶的油罐车径直撞上了二人所在的警车。就在李昂和克莱尔侥幸爬出来以后，油罐车瞬间爆炸。由于大火的原因，他们只能分头寻找前往警局的路。李昂一路穿过满是活死人的街道，从正门进入了警局，但警局似乎也彻底沦陷。为了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李昂通过监控录像发现东侧走廊还有幸存的警官。在大厅准备好装备以后，李昂开始了探索警局。走廊里的景象更加触目惊心，遍地都是尸体。强忍心中的恐惧，李昂终于发现了一位活着的警官。就在他准备救援的时候，这位警官却被门后大量的活死人一分为二。没有更好的办法，李昂带上这位警官的笔记，准备返回大厅。一路上更多的活死人向他袭来，好在有一件趁手的兵器，李昂还是回到了大厅，但一只活死人却将他抓住。好在警官马文及时出手救下了他。短暂的交流过后，李昂发现就算是在警局的马文也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现在要做的便是想办法先逃出警局，将这里的事情告知外界。于是李昂根据之前得到的笔记，开始寻找起了上面标注的3个徽章，也只有通过徽章才能打开大厅雕像下的密道。一路上触目惊心的场面让李昂对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更加的疑惑和恐惧。他不仅仅需要面对行动缓慢的活死人，还得警惕更加可怕的舔食者。舔食者正是活死人变异后的产物。好在李昂还是拿到了3个徽章，成功打开了通往密室的通道，但警官马文却早已被咬伤。目睹警局沦陷的马文深知自己被咬伤后迟早会变成活死人的一员，于是他对李昂好言相劝，让李昂独自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明白了前辈的意思，李昂独自进入了密室。但就在这个犹如工厂一般的密室中，他遇见了一个更加可怕的怪物。这个怪物右手变得巨大化，并且长出了一只眼睛。李昂知道跟这个怪物讲道理是没用的，于是他立马与之战斗了起来。怪物见自己不敌李昂，于是翻身跳入了密室的深处。李昂不由得疑惑，为什么这个像科学家的怪物会出现在警局的地下密室中？再次经过一番探索，李昂通过密道的井口来到了警局的地下停车场。可停车场的大门需要钥匙卡才能开启。这时一只变异的猎犬向着李昂袭来，猝不及防下，李昂被扑倒在地。但随着一声枪响，这场危机被及时化解。开枪的人是一位身穿风衣、英姿飒爽的女人，这个人正是鼎鼎大名的艾达王。艾达只是冷冷地掏出了隶属于 FBI 的证件，证明了自己的身份。李昂本想询问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但艾达只是高冷地表示这属于机密，无可奉告，还奉劝李昂赶紧离开。见到这种战力强悍的队友，李昂当即跟了上去。可在他进入拘留室以后，艾达已经不见了踪影，被拘留在这里的人也都变成了活死人，唯独最深处的牢房还有一位正在烧烟的记者。而记者被拘留在这里的原因，正是为了调查和揭发警察局长所做的肮脏事迹。记者表示，只要李昂放他出去，他就交出停车场的钥匙卡。可随着地面的颤动，记者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之中。就在他靠近墙壁的时候，一只孔武有力的大手破墙而出，死死地抓住了记者命运的脸庞。在恐怖的握力之下，记者的眼睛再也无法闭上了。还没等李昂反应过来，艾达再次出现，并告知李昂，这个记者是他的线人。看来局长似乎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随后，艾达只是轻飘飘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便再次高冷地离开。没有更好的办法，为了离开地下停车场，李昂只好开始四处寻找电源板零件。途中，他甚至遭遇了杀死记者的怪物。
物。这个怪物正是大名鼎鼎的暴君，他不像普通的活死人，仿佛像是某种生物兵器一样，普通的枪械根本无法对他造成任何伤害，只有重型武器才能让他暂时停止行动。浣熊市变成活死人乐园 ，FBI 调查局长像是超级士兵的暴君，这一切的幕后似乎有着某种惊天的秘密。但目前的这一切，里昂暂时无法深究，只能先保住命再说。好在还是成功的修复了电路板，打开了关押记者的房间。里昂不仅拿到了钥匙卡，还发现了更多的线索。原来局长正在和一所名叫保护伞的制药公司合作，试图隐瞒导致人们变成活死人的真相。正是保护伞公司不慎外泄了他们研发的病毒，从而造成这场混乱。而暴君也正是他们派来除掉目击者的生化战士。就在里昂前往停车场的路上，暴君再次破墙而出，并一把抓住了里昂命运的脖梗。关键时刻，艾达再次出现，驾驶警车狠狠地将暴君撞进了墙壁之内，依旧是高冷的态度。艾达只是冷冷地吩咐里昂前去打开大门。二人穿过寂静的街道，进入了一家枪械店之中，但随后却遇到了枪械店的老板以及他那早已变成活死人的女儿。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可悲，女儿变异后似乎保留了一丝丝人性，并没有攻击性。老板只是在警告二人以后，便抱上女儿离开了这里。见到这一幕，里昂心中有了想要阻止这一切的念头。身为警察的他，觉得只要能够拯救这座城市，他便不在乎自己的生死，似乎是开始有点欣赏眼前这个呆呆的警察。艾达证实了保护伞公司正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并说到自己正在追查一个叫亚尼伯金的人，这个人正是造成病毒外泄的保护伞公司员工之一。那么接下来二人所要做的便是穿过下水道，到达保护伞的秘密实验室，寻找亚尼。就在他们试图穿越下水道的时候，里昂遭遇到了一只形似鳄鱼的巨大生物。面对这种敌我悬殊的差距，里昂只能扭头就跑。好在最后一刻，鳄鱼咬住了地下的燃气管道，剧烈的爆炸让鳄鱼四分五裂。二人再次一路向着实验室前进，没想到却在这里遇见了他们想要找的亚尼。艾达没有废话，当即让亚尼交出名为鸡病毒的样本。可亚尼怎么会束手就擒？他当即开枪反击艾达。情急之下，里昂不顾自身安危，替艾达挡下了子弹。亚尼则趁机逃跑。见这个呆头呆脑的警察保护了自己，艾达没有急着追击，而是脱下了风衣，为昏迷不醒的里昂盖好。他自己则独自前去追击亚尼。相比于里昂的火力覆盖，艾达就显得非常优雅。他利用电磁场显像器，不慌不乱地追了上去。路上虽然遇见了活死人的阻挠以及暴君的追击，但还是被灵巧的艾达一一化解。为了打开更高权限的大门，艾达冒险进入焚化炉，并取得了高权限的身份识别腕带。但转头发现这是个圈套，亚尼启动了焚化炉。好在艾达通过电磁场显像器成功逃走，但没想到的是，亚尼再次利用设施攻击了艾达，导致艾达从高处跌下，钢管刺穿了他的大腿和丝袜。即将陷入昏迷之际，艾达想起了里昂，而里昂这边仿佛是听到了艾达的召唤，他渐渐地从昏迷中苏醒。或许生前的风衣上还残留着艾达的香味，使得里昂再次振奋了精神。随即他立马起身开始寻找艾达。经过了漫长的探索整座下水道，里昂终于来到了艾达的面前，并为他拔出了体内的钢筋。简单的包扎过后，二人决定通过缆车前往位于他们下方名为母巢的保护伞实验基地。就在前往母巢的缆车上，艾达告诉里昂，他们需要拿到鸡病毒样本，只有这样才能彻查保护伞公司，并保证其他地方再也不会发生浣熊市这样的悲剧。但艾达现在腿脚不便，只能由里昂独自前去母巢。但里昂怕把艾达留在这里会遭遇不测，或许是之前的相处让艾达对眼前这个老实人产生了好感，于是碰到了危险，那怎么办？也正是艾达这一吻，让里昂未来的一生都无法忘怀。里昂那原本犹豫的目光瞬间变得坚定了起来，他势必要为女神取得鸡病毒。带着回味无穷的感觉，里昂就像打了鸡血一般，一路杀进母巢。无论是什么活死人以及他们的变异体，都无法阻止里昂的脚步。这一刻，他似乎觉醒了李三光的人格。在几乎屠尽了整座母巢的活死人以后，里昂终于在母巢西区的尽头成功拿到了鸡病毒的样本。因为系统监测到了有人未经授权取走鸡病毒，于是当即开启了母巢的自毁程序。就在他准备回去给女神复命的时候，之前那个右臂长出眼睛的怪物再次出现，里昂瞬间变动了杀心。这时亚尼却从他身后出现，直接一发鸡病毒的血腥打在了怪物的身上，怪物逐渐失去了行动能力。随即亚尼将来龙去脉告诉了里昂，原来眼前这个怪物正是亚尼的丈夫威廉，他们夫妻二人倾尽毕生所学，创造出了鸡病毒。威廉深知这种病毒的可怕，于是他试图寻求美国军方的保护，但保护伞却抢先一步，派遣了他们旗下名为 USS 的快速反应部队，潜入了威廉所在的研究所，并发现他正准备带走鸡病毒和 T 病毒。于是 USS 立马控制住了威廉，试图将他和病毒一起带走。但威廉的情绪过于激动，导致士兵立马对其开枪扫射，并带着病毒样本离开了现场。但威廉可不愿将毕生的心血就这样付之东流，他拿出了一支鸡病毒，注射进了自己的身体，在变成怪物以后，立马对士兵们展开了追杀。最后仅有一名叫汉克的士兵逃走，而地上被打碎的病毒样本在被老鼠吃掉以后，传入了浣熊市的千家万户。这场生化危机也正是由老鼠所传播的。回到里昂这边，威廉经过短暂的失去行动能力后，突然起身一把抓住了亚尼，并将他甩
向远处。迫不得已之下，里昂只好与之战斗了起来，终究只是徒劳而已。威廉最终倒在了里昂的火力覆盖之下。做完这一切，重伤的亚尼告知了里昂真相。原来亚尼留在这里正是为了摧毁疾病毒样本，而那个声称自己是 FBI 的艾达王，真正的身份其实是雇佣兵，目的只是为了将疾病毒高价出售。闻听此言，里昂心想不对啊，他刚刚还亲了自己，还表示要把证物交给 FBI。不过他嘴上这样说，心里还是开始产生了一丝怀疑。而这时，艾达也进入了母巢之中。在见到里昂以后，他当即就不客气的开始索要疾病毒。心有疑惑的里昂随即立马将亚尼所说的话道出。在听到这句话以后，艾达表情一变，当即把枪口对准了里昂，并让他乖乖站好。这个举动已经证实了亚尼所说的话。里昂意识到了自己只不过是女神的棋子而已，但一想到那一吻，他直接放下了手里的武器，并要赌一下艾达不敢对他开枪。可能是对眼前这个老实人有了一丝别样的感情，艾达也放下了手里的枪，但随即一颗子弹击中了艾达的肩膀。原来是亚尼拼着最后一口气赶到。就在艾达即将跌入深渊之时，里昂紧紧地抓住了他，但疾病毒也随之掉了下去。见自己已经无法逃离这里，艾达只是让里昂好好照顾自己，于是任由自己向着黑暗跌落。强忍心中的悲痛，里昂开始向着外面逃去，但人形兵器暴君却再次出现。好在剧烈的爆炸使得里昂暂时脱离危险，但也因此彻底激怒了暴君。暴君进化出了更为恐怖的形态。就在里昂束手无策的时候，一个熟悉的背影向他扔来了一把火箭筒。随着火箭筒的命中，暴君只留下了下半身。最终，里昂得以搭乘即将驶出母巢的列车，可艾达王却永远扎根在了他的心里。就在他起身进入列车的时候，竟然发现了一开始与自己失散的克莱尔，而他的身边却多了一个名叫雪莉的小女孩。原来在二人失散以后，克莱尔通过警局的后门进入，并在大厅打开了地下密室。而在密室中，他遇见了雪莉，甚至遭遇了变异的威廉。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威廉在同一个地方掉了下去。这并不是什么 bug， 是因为游戏的两条线是类似于平行世界展开的。这个小女孩雪莉也正是威廉和亚尼的女儿。因为夫妻二人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研究疾病毒上，所以忽视了他们的女儿，导致雪莉与他们失散。于是克莱尔答应了雪莉，帮她寻找母亲。就在他们经过停车场的时候，却遭遇到了警察局长。在局长的胁迫下，雪莉被其掳走到了孤儿院，而这个局长也因此暴露了自己的变态行为。他不仅收藏各种动物的标本，还将自己的女儿作为标本以供自己欣赏。就在局长即将对雪莉施暴的时候，变异的威廉突然出现，并在局长的体内植入了疾病毒的胚胎。可因为疾病毒不像在浣熊市大规模爆发的 T 病毒一样，它的传播只能通过近亲繁殖，而跟威廉没有血缘关系的局长就只能承受疾病毒胚胎从体内破体而出的痛苦。就在随后赶到的克莱尔带着雪莉逃走的时候，暴君却突然出现，将他们逼到了角落。关键时刻，威廉再次赶到，直接一爪洞穿了暴君的身体，将他半截身体撕碎。可因为他们所在的电梯下坠，克莱尔和雪莉再次失散。当他费尽千辛万苦击退威廉以后，才发现雪莉已经被威廉植入了疾病毒。正是疾病毒为了繁殖的本能，才让威廉屡次出现在雪莉的身边。而一心只有实验的亚尼，在克莱尔的劝说下，意识到了自己作为母亲的失职，于是决定一起拯救雪莉。随即在亚尼的指引下，克莱尔抱着雪莉到达了母巢，并来到母巢的深处，也就是里昂取得疾病毒的地方。随即他利用雪莉身上的项链取到了抗病毒药剂。还是同一个地方，变异的威廉再次出现，亚尼又被扔向了远处。在克莱尔打败威廉以后，亚尼也成功的利用抗病毒药剂救下了自己的女儿，而他却因为重伤又死了一次。在雪莉不是很悲伤的告别母亲以后，二人在前往列车的升降平台上又一次遇见了威廉。克莱尔也不惯着，立马掏出加特林扫射，终于打爆了威廉。他们也得以启动列车离开，而两位主角也在列车上重逢。但眼前这一切还未结束，列车仿佛被某种生物袭击，产生了剧烈的晃动。里昂前去车尾查看，却没料到威廉竟然冤魂不散的进化到了最终形态，巨大的身躯就像一团带着尖刺的肉瘤，不断的撕开列车的车厢。危机关头，克莱尔取下了连接车厢的铁钩，最终威廉这个阴魂不散的怪物连同母巢被大火吞噬，三人也终于逃出了实验室。本想搭个便车，却收到了友好的国际手势。三人在夕阳下离去的背影显得如同一家三口般幸福。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克莱尔将会继续踏上寻找他哥哥克里斯的道路，而在多年以后，里昂将会成为一名特工，前去欧洲寻找被绑架的总统女儿，并在这里的村庄一战之中成为那个鼎鼎大名的里昂李三光。我是修片狂魔，咱们下期再见。